犀鸟育儿有多难？为护幼崽将自己困陶罐里，躲过天敌却遭人类毒手。长相奇特，却是忠贞不渝的爱情鸟。为保护幼崽，宁愿将自己困在陶罐之中，躲过天敌的追杀，最终却惨遭人类毒手。犀鸟的一生究竟有多悲惨？画面中正在给陶罐喂食的鸟类，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叫做犀鸟。它之所以向陶罐中投食，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正在里面嗷嗷待哺。他的妻子和孩子究竟是如何进去的呢？难道又是人为的恶作剧？这可不是人类故意而为，而是犀鸟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年的繁殖期，犀鸟夫妇就会选择一个石洞、岩缝、树洞等地筑巢。雌鸟会在产卵之后就不再出门，雄鸟此时就会利用泥土、树叶等东西配合自己分泌的粘液，将洞口堵住，只留一条缝隙。画面中的犀鸟夫妻只不过找的巢穴比较奇怪罢了。当雄鸟将洞穴彻底封住后，雌鸟就会在洞中安心孵蛋，直到雏鸟差不多可以飞翔时，雌性犀鸟才会将洞穴打开，带着幼鸟出来。在这幼崽成长的5个月中，雄性犀鸟就要负责守卫巢穴以及喂养雌鸟和幼崽的任务。但雌鸟的生活也并不轻松，不但要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中孵化幼崽，还要在幼崽出生后将其带出巢穴，带领它们学习飞翔。犀鸟虽然育儿方式奇怪，但犀鸟在许多国家可是代表爱情的存在。犀鸟一生都是一夫一妻制，一旦选定配偶，终生不会更换。若是一方死亡，另一方也不会寻找新的伴侣，只会独自一鸟生活直到死亡。犀鸟育儿有多难？为护幼崽将自己困陶罐里，躲过天敌却遭人类毒手。2016年，伦敦环保组织公布了一则报告，仅2010到2015年5年时间，仅在中国和印尼没收的犀鸟头骨数量竟高达2万多枚。这意味着即使明令禁止，仍有大量犀鸟死在偷猎者的枪下。犀鸟头骨究竟有何魅力，竟能让偷猎者无视法律的威严，肆意偷猎？其实现在犀鸟的处境和过去犀牛、大象的生物处境大径相同，因为其头骨非常巨大，并且是实心的，外貌又和犀牛十分相似，所以被叫做犀鸟。这硕大的头骨原本是犀鸟用来撞击果树和防御所用的工具，却成为了被索命的理由。这根实心头骨在那些雕刻人手中变成了带血的艺术品，那些漂亮色泽头骨制作而成的雕刻被人们称为手工艺术品中的上品。那些购买的买家还为这些雕刻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那就是鹤顶红。但这美丽的名字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残忍虐杀。偷猎者们为保证头骨的颜色和完整程度，他们往往会使用麻醉枪将犀鸟打落，随后趁其活着的时候就将其头骨直接割下，最终放任这些犀鸟在痛苦中死去。犀鸟育儿有多难？为护幼崽将自己困陶罐里，躲过天敌却遭人类毒手。不仅如此，为了得到成色最好的鹤顶红，盗猎者们全都瞄准了头骨最大最鲜艳的雄性犀鸟身上。但我们上面说过，雄犀鸟肩负着守卫巢穴以及喂养雌鸟和幼崽的任务。当雄性犀鸟被杀后，雌鸟和幼鸟的命运可想而知，只能在饥饿中迎接死亡。不光是偷猎者的捕杀，随着人们对环境的逐渐开发，也导致犀鸟栖息地被逐渐侵占。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犀鸟栖息地面积已不足过去的40%，大量栖息地遭到人们砍伐，转而建造经济树林，这就造成犀鸟食物短缺、物种交流困难等问题。随着人们对鹤顶红的疯狂追求，仅2012到2015 3年，犀鸟数量就从曾经的近危提升到了极危，危险等级仅次于灭绝。这全都是拜鹤顶红的高额价格所赐，庞大的利润不断推动着有心之人为自己的一己私欲将法律践踏。好在随着人们对保护动物的重视，在古玩界也养成了一个禁忌，叫做一红二黑三白，意思就是这3种文玩禁止售卖，而这其中的一红就是鹤顶红。虽然在人们自我的约束下，犀鸟被猎杀数量确实有所减少，但我们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已经面临灭绝的生物究竟能否重新存活下来。为此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不要让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句话成为空谈。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何你还对本期视频仍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见解，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让我们下期再见。